好，我们把这个花心给画一下。我们先画一下这个花心哈，画一下这个花心。看这个花心是在哪里好？啊，这个是往这个左上的这种感觉。然后这个往右上。点几颗像这个牙一样的这个花心就可以了。正着的话我们就正着，侧着的话我们就把它这个花心也侧着。这个是一个雌蕊，用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来加上它的花心。花心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花心加上这个花才会更好看。好，花心下面2组，一边一组，中间一组，平均分配5组啊，平均分配5组。好，来画一些花丝，扫一些花丝进来。
好，这些密的地方可以让它更密一些。好，这是这一朵花的花心，然后我们上面这一朵，花心可以往下倒一点啊。花心可以画的有姿态。花心要随着这个花的形状去走。花瓣的形状往哪里，你的花心就朝哪里。你看这个花瓣有点往这个右下，我们这个花心也往右下。花心随着这个花瓣的形状去走。好，这个花心也要让它有姿态啊，有姿有态的这个花心。可以稍微少一点点花丝，不用太多，少几颗，表达一下就可以了。花心画好看的这个花也是增添颜色。现在干了之后，干了一点点，这个花是不是要好看很多？刚刚湿了，哇，这个花干了，你看是吧？颜色一定要深。你看我们画的时候，它特别深哈。我们刚刚画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是不是特别深？你看干了之后，它都变浅了好多啦。有没有发现它变浅了好多？来画多一点啊，那个花心你就随自己的心意啊，你想画多一点就多一点，想画少一点它就也可以画少一点。可以像这种绣球型，可以画一些长丝形丝状的这种花心出来，但要有这个疏密关系。像这种花的话，它的花心可能整朵球里面都有。
好，可以了。花心加上这个花，是不是更生动了？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少哈，这个地方有一点空，我们加一个花苞。在这个地方加一朵花，或者是加一个花苞。想一下，是加一个花苞还是加一朵花呢？加一朵花还是加一个花苞呢？是加一个花还是加一个花苞？你们说这个位置还挺大的，好像这里没有绣球，我们要不画一个绣球在这儿？但是一画绣球就挺大的呀。绣球花，画一个黄色的，大花就画不下，画一个黄色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加一个藤黄，藤黄和大红、曙红，藤黄、大红、曙红来画。底色我们还是要用啊，来再画一朵花，把底色干了，我们再搅一下，再搅和一下，再调和一下。当然，这朵花你最深的地方不要用底色，浅的地方用底色。中间最深的，我们如果说调的深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少用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调这个藤黄，我们先试颜色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藤黄行不行。调藤黄，调大红，然后调曙红，藤黄、大红、曙红来画。好，在这旁边再来一朵，我们在这里画一朵，这朵要给大概框一下。这个绣球我们把它画小一点哈，画一个小绣球。其实真正的绣球花还是比其他的花型，其他的花要稍微小一点点。啊，这个时候里面加一点点胭脂。最深的地方我们加一点点胭脂进来，加点曙红，加点胭脂。好，藤黄、大红。调藤黄和大红。好，到上面这些虚的花瓣。好，调点藤黄，一点点大红。调点藤黄，调点大红，曙红胭脂。底下这些花瓣颜色深一点。藤黄、大红、曙红胭脂。
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扎一点点底色啊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。这下面这一笔颜色深了，我们就把这一块全部加成深的啊，不然突然这一笔深色的有点怪。这一块就全部加深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。好，调一点藤黄，一点点大红。好，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调一点点颜色啊，画出一个虚的花瓣。虚的花瓣调一点点黄色，调一点点大红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地方差不多，我们再来画这个底下这个大花瓣这一块。来调一点藤黄，调一点大红，点曙红。好，来补充几个大花瓣啊。大花瓣我们把颜色调深一点啊，加点胭脂进来。好，加点胭脂。好，这一朵小小的金黄色的花。好，要加点胭脂啊，这个中间的地方。好，再加一点胭脂，把这个缝隙里面用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这个缝隙里面用最深的颜色，显得更加有层次感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还是加底色啊，画一朵小绣球，一朵小小的绣球。有的时候绣球可以就画小一点。好，调这个黄色，
这个时候花瓣的话，笔上脏一点也没有关系啊。调这个金黄，黄色加大红、曙红，曙红少一点啊，胭脂多一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，我们继续这边继续加花瓣。好，画一个花瓣，然后笔上又干了啊，又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画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花瓣啊。这些加花瓣都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啊，因为关乎到这个花型，最后的这几个花瓣特别重要。好，看一下这个缺口我们要不要填上，要不要加上花瓣。好，调颜色，补充颜色。藤黄、大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这里稍微圆了一点点。这个花瓣补不补？补了又觉得有一点点怪。似乎觉得这个地方好，把这个花瓣再加大一点啊，这个花瓣加大一点。可以再来一层出来啊，这个纸。看一下花型。有一点不够均匀啊，不够均匀，我们稍微复一下笔，尽量让它均匀一点点啊。就有的时候太圆的地方，不要让它太圆，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，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缺口的地方。好，基本上这个绣球也可以。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外形。调整外形还是用这个底色，用底色加一点点这个三绿，加一点点胭脂，脏一点的颜色来，稍微脏一点的颜色来调整它的一个外形。
好，差不多啊，这一朵花。看一下外形哪里需要去调整。你调整外形的时候，最好是要站起来看一下，站起来。好，这里加大一点点，不然太。好吧，这个绣球就这样可以了。看这里画了一个绣球，这里画了绣球，我们的构图可能又要改变了啊！构图可能又要改变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加一点花心哈，这个上面也加上一些花心。花心，这个花心它有可能在这个球到处都会有，绣球型的就是这样哈，花心有可能在这个球的到处都会有，它有一些可以露出来很多，有些露出来比较少。我看一下这个构图咋整呢？这个构图现在要咋整呢？已经完全跟我们前面构思的。跟我们前面构思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咱们构思的这个构图是这样子的啊，没有这一朵花，后面又加了这一朵花，前面只有前面这三朵花，然后上面就是画花苞什么的。咱们又加了，画着画着又加了一朵花。好，我们把这一幅作品花加上叶子啊。好，加叶子，那我们要首先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，拿一张纸垫一下。叶子的话，我们还是用这个花青藤黄。花青藤黄加墨。花青和藤黄差不多。好，另外再准备一个盘子，准备一个盘子加墨，花青藤黄加墨，
那我们的盘子，这是画花的盘子，画花的盘子这里加一点点藤黄和三绿吧。待会儿画这个嫩叶、嫩枝干、嫩芽、嫩叶。三绿啊，三绿藤黄加胭脂。待会儿要画这个嫩枝干、嫩芽、嫩叶。好，墨这些我们先放在一边备用了，还有花叶子的颜色我们都备用。那我们先画嫩叶啊，先画嫩叶，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，然后笔尖调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个嫩枝干啊，先画一条嫩枝干，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这里先来一组这个嫩叶啊，先来一组嫩叶，我们把颜色调浓一点点。为什么要把颜色调浓一点呢？因为它这个是在前面，因为我们后面待会儿要画这个其他花的叶子，因为前面这组叶子太淡了，太淡了，后面的叶子我们就画出来之后就显得前面的颜色很虚，所以我们把这一组的这个叶子稍微画浓一点点啊，这一组的嫩叶画浓一点点。水分稍微有一点点大，吸掉啊，吸掉一点。好，画一组嫩叶，然后我们还要画一点老叶子。老叶子我们用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。嫩叶子只需要1、2组就行了，不要太多。好，花青加藤黄调和。好，然后我们笔尖加上墨，笔尖点一点墨加进来，把它调成这种墨绿色，然后画的时候笔尖再蘸这个浓墨。画的时候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画这个老叶子。好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记得它这个层次在后面。把这个嫩叶，咱们要把这个嫩叶给蹭出来。所以要注意画出它的一个层次感来。好，里面再加一些。注意一定要画出这个叶子的这个层次。那这边的叶子我们先不画，为什么先不画？我们先把它留着，因为待会儿这个叶子不知道怎么生好看。所以先把它留着啊，要出枝，要这个比较尴尬的地方我们先留着，因为出枝要出的不好看，那整体的这个画面就变差了。好，我们再调这个嫩绿色，
嫩绿色画这个枝干，把这朵花的这个嫩枝干画一下，画正中间啊出来。好，稍微粗一点点啊，不要画太细了。大概安排一下它的出枝。啊，这里可以出多一点点啊。把出枝安排了之后，我们就画它的叶子了，还是画它的老叶子。老叶子还是我们刚刚调好的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些缝隙里面啊，也是有很多叶子，填满它。啊，这里有一组叶子，那这边画一组叶子下来，这边就可以画深一点、黑一点啊，比这个还要更黑，才要把前面的这个叶子给衬出来。那这里肯定是要很黑的，很黑的才能衬出前面这一组叶子。或许我们这里把这个枝干遮住一点点也可以的，现在目前还没有遮，我们就先不管它。好，继续蘸这个墨绿色，然后蘸浓墨，来画，看一下这边这一组叶子怎么去组合，怎么组合好。那这组叶子我们先让它伸出来啊，先让这一组叶子伸出来。哎，看一下在不在这个镜头里面啊？好，不要太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蘸一点点水啊，蘸一点点水。啊，这一组叶子的话，有的时候画两片其实也可以，下面一片我们可以感觉它是侧着的，看不见啊，在后面，就不要两边都伸开了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两组。这两组叶子我们看一下怎么生长，怎么长好。好，我们让它有一点姿态。好，两边各一边一片。然后再画里面，
里面我们就不管它，直接伸出来啊。所以这些叶子有一些这种墙遮挡的这种关系在。好，这里就很密啊。好，这底下还要有一组叶子才好。加点水，这一组我们可以淡一点啊，这个叶子可以淡一点。加点水，然后加点墨。然后里面还有更淡一些的层次，当然这个里面这个层次也可以到最后我们再画，我们先不管它，先画一下也行啊，画一点这种淡淡的这种层次在里面啊，我们后面再加也行，最后面这个淡淡的层次慢慢再往里加。好，这是下面这些叶子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上面这一朵倒茎的这个嫩枝干画一下，倒茎的嫩枝干，它的这个花线从这里稍微小了一点点啊，加粗一点点。好，这组叶子就让它跳出来啊，这一组叶子就让它跳出来。好，其他叶子到后面去了。这个上面到时候也加一些叶子。这一朵花的话，这朵花也要加一些叶子进来啊。好，到时候怎么长，待会儿再看情况。先把这两组叶子先画了。这组叶子呢，不需要画的，不能把它画太深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墨绿再加一点水，稍微调淡一点，或者是直接笔尖去蘸一点水，然后蘸这个浓墨，把上面这一组叶子然后这组叶子往下啊，
这里还有一片，也是让它往下的这种状态。那这个跳出来这一组叶子就让它姿态更美一些。好，然后这边这一组叶子也是要稍微淡一点点啊，这组直接破边。好，感觉这两组叶子这个缝隙有点类似，我们把这个缝隙灭掉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布局。这上面再加两组淡一点的叶子。可以画出这种侧面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感觉有点侧起来的这种叶子。好，这里我们可以画一组嫩叶在这里啊，这都是这个深色的叶子，可以来一组嫩叶，穿插一组嫩叶进来。那嫩叶我们可以画高一点啊，你看这一组叶子是平的，往这个右边平，我们这一组叶子就往上。不要每一组叶子都朝着一个方向跑。好，这里就来了一组嫩叶，边画边看，边画边看整体。感觉这里又少了一组啊，这里画了一组嫩叶，我们这里再加一组。笔尖要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有点侧面，感觉这个上面有点平哈，画的有点平，这上面肯定是要加东西。当觉得平了，我们就加东西。加什么？我们加一组花苞，或者加一组老枝干。来，我们调一点墨，把笔洗一下，调一点墨。然后加一组这个枝干上来。好，让它有一个穿插的这种关系。
产生一个扦插的关系。那这一组枝干就让它高，枝干旁边我们还可以再画一些这个，再看一下啊，画一些花苞。因为这个上面这一幅作品还没有花苞，加一点花苞吧。好，可以加一对花苞啊，两个不同大小的这个花苞，然后花苞里面就加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我们让它呼应一下，这个纸上面这么多红色的，只有一朵黄色的，那我们就加一点黄，加这个黄色的了，把这个花苞画成这个黄色，黄色也要带一点红色。这还是藤黄加一点红色的这种颜色，跟这个下面这朵花的颜色颜色稍微呼应一下。中心要有一点点深一点。好，这里就露出一点点啊。两个花苞就相当于是黄色了，跟这一朵下面这朵黄色的呼应。这个后面也可以再加一朵黄色的花，看着这个呼应还感觉少了一点点，呼应好像还少了一点点，我们调这个藤黄哈，调这个藤黄和曙红。好，藤黄和曙红，露出一点点啊，不要太高了这朵花。好，就在后面隐隐约约的露出一点点就行了，这样子就是有一点黄色的去呼应，上面一朵黄和下面一朵黄呼应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苞继续把它画完。好，画两组嫩叶。我们先把前面这一朵花苞的这个嫩叶先画了，因为后面是有一些，它会有一些遮挡。嫩叶我们画的尖一点啊，它跟老叶子画法是一样，但是我们把它画的尖一点。
好，把这一个水分稍微有一点点大，控制一下水分。好，这个叶子让它再升高一点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组嫩叶还要不要加叶子，不需要加我们就不要再加多了，这里再加一组。好，这里密的地方可以让它更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加上小嫩芽。太高了，我们拉低一点啊，是看不到了。加上一些小嫩芽。好，我们再整体看一下画面，看一下画面要怎么去调整。先把这个老枝干先画上。把老枝干先画上，我们再来看情况。老枝干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笔肚里面保持要有一点水分，然后蘸这个浓墨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枝干还要不要再往上。枝干好像确实少了一点点啊。整理一下。
后面也可以画一些淡淡的。这边枝干要不要画？我们还要再斟酌啊，先不画。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。还要不要加一点什么进来？哦，这个。好，从这里加一个出来，让这一条感觉是从这里出去的。好，从这一条出去的这一条，不要跟它长在一起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倒景，当然长在一起也没有关系。好，这里伸一点枝干出来，但是我们直接把它伸出去，然后制造一个画外之意。好，直接让它伸出去。底下也加粗一点啊，不要底下比上面还小。那既然上面上面有那么粗，把底下也加粗一点点。来，把这个还是加上这个小嫩芽。这个就伸出去了啊，伸出去了就不管它，它可能还有更长。这一组的话，如果再加叶子的话也不好，幸好我们这里没画叶子。这朵花我们虽然说不画叶子，但是这边没有这个嫩枝干，又觉得很怪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嫩枝干。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嫩枝干让它回到这里，好，让它感觉从飘到这边来了。那这里加密一点啊，把这里加密一点叶子。这里就不加叶子了，叶子全部都飘到这边来了。好，这里面还要加一些叶子啊，可以加一些嫩叶啊。这叶子直接没有了。好，这里加一组叶子进来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，需要加叶子的。
这里加一组叶子。好，这个地方哎，这里有一点把这个花给遮了，有点太不小心了。好，还有这个叶柄啊，有些叶柄要露一点点出来。好，这组叶子从里面穿过来了。好，这幅作品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用加其他的东西，不用加山石，就纯牡丹的也可以的啊，也没有问题。这边的话，尽量是不加叶子。淡淡的叶子层次也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啊。看一下这里要不要加一组叶子啊？加一组叶子也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。好，这3组叶子的距离相差有一点点近，我感觉，把这里变成一组啊。把这2组变成一组，那它就不会3个差不多相近的地方，直接把这里变成一组。好，这里加一点点吧，还是加一点点嫩叶。好，露一点点嫩叶出来。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效果，整体效果觉得还行。哎，我们的叶茎还没勾哦，现在要赶紧把这个叶茎给勾上哦。好，我们这个深色的叶子就用这个墨来勾，当然不要用太深的颜色的墨，稍微比叶子稍微浓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太深了，否则勾出来这个叶茎就显得很跳。
好，这种稍微淡一点的，我们要用更淡一点的墨去勾，千万不要把它跳出来了。跳出来一个叶茎勾的跳出来了，整个画面就跳出来了，整个这个叶子茎就跳出来，特别会显得特别怪。好，上面这一组的叶子也是啊，也是比较淡一点的。然后这下面还有一点点这个很淡的，我们要用很淡的。还有用胭脂。上面这些叶子可以不用勾叶茎，也可以随意的勾一下，但切记不要勾得太明显。好，上面特别是上面那一组不用勾，如果勾的话反而显得很刻意，可能更不好看。好了，这幅作品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如果说还要哪里需要调整的话，我们后面再看一下，再去调整。如果不需要调整，基本上就这样子就已经算是完成了。那个底下的话，感觉这个底下还可以加一点点这个水点什么的，滴一些水点在里面啊。好，这张就是一个4尺斗方的，全部都是花的。这张的话，如果说你想画，如果把花画大一点，它完全可以画成一个6尺斗方。好，这个还有一点小细节没画。这个小嫩芽，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，小嫩芽。好，这幅就完成了，大家也可以一起画起来。